什么脂肪也分公的、母的，男性脂肪、女性脂肪，应称为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统计显示，50岁以下的9万人中有1半人身体脂肪过多。5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身体脂肪急剧增加到 56% 和 76%， 这是雌激素的保护功能丧失的结果。你可能听说过苹果型和梨型这2个术语，前者往往出现在男性身上，后者出现在女性身上，这使得瘦肚子和瘦臀部和大腿分别成为男性和女性的主要饮食挑战。然而，这实际上是由于不同的荷尔蒙脂肪储存位置造成的。如果储存位置正好相反，你需要特别注意你的身体状况。男性的体质过高，超过 23%， 而女性的体质则以 27% 为基础。如果以腰部为界，腰部以上的区域，如腹部、胸部和手臂，通常被称为男性脂肪，因为脂肪往往在男性身上积聚。女性的情况正好相反，腰部以下的区域，如臀部和大腿，也被称为女性脂肪，因为它们容易积聚脂肪。另外，在健身房进行的全面身体成分分析只显示肌肉、脂肪和水的数量，而用于骨质疏松中的 DXA 双能 X 射线吸收仪则显示这些东西在体内的分布情况，从而更容易确定你是哪种体型，并开出药物帮助你减肥。该研究的结果如下：如果更年期妇女的腰部体重突然增加，应该怎么办？荷尔蒙和脂肪。激素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化学信使，对许多生理和心理过程有调节和控制作用，包括代谢和体重调节。当谈到脂肪和激素之间的关系时，其中一个关键的激素是体内的胰岛素。胰岛素是一种由胰腺分泌的激素，在脂肪细胞的形成和储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调节血糖水平。当我们食用食物，特别是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糖的食物时，胰岛素被分泌出来，将血糖转化为能量并储存为脂肪。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热量时，胰岛素的分泌会增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即身体对胰岛素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敏感。当胰岛素抵抗发生时，我们的身体更有可能将我们所消耗的能量转化为脂肪并储存在脂肪细胞中。此外，其他一些荷尔蒙也与脂肪有关，例如脂肪细胞释放自己的化学物质，称为酮体，这些酮体可以影响食欲和对食物摄入的调节。此外，一些性激素，如雌激素和睾酮，也与脂肪分布和代谢有关。应该注意的是，激素和脂肪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饮食、运动、压力和其他环境因素。所以这也是男性的身体脂肪往往积聚在上半身，一旦变胖就特别容易患心血管疾病。而且体内脂肪越多，雌激素的比例越大，越容易积聚脂肪，而负责锻炼肌肉的雄激素越少，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同时不孕不育、不举等。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原因。因此，男性的减肥通常首先需要克服雌激素增加的问题，而女性则倾向于积累脂肪。虽然脂肪堆积在下盘和大腿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心血管方面的风险，但是过多的积累会增加雄性激素水平，引起多囊卵巢综合症，使其更难受孕，甚至是糖尿病。更糟的是，当女性更年期失去雌激素保护之后，堆积的速度会更快，变成上面也胖下面也胖的沙漏型，或称鹅卵型的身材。这时男性有的疾病女性也会有，所以心血管疾病、脂肪肝在女性更年期后增加的患者数量非常多，非常快。沙漏型看起来非常匀称，但它容易出现各种疾病。一些绝经后的妇女看起来很瘦，因为她们没有肌肉，但实际上她们有沙漏型，全身有大量的脂肪。不同地方胖该怎么瘦？增肌减脂是很多人会犹豫不知道怎么进行的点。他建议在太胖、走路会喘的时候，不要做任何激烈运动，顶多快走或是游泳就好，因为光是站着对膝关节的压力就很大，更不用说跑步。重量训练应该先从饮食下手，把体重降到一定程度卡关了，再加入运动来辅助。苹果型如何减肥？
苹果型主要是因为三酸甘油脂太多造成的脂肪堆积，所以建议少喝酒，少吃精致淀粉，尽量不要碰甜食，然后以有氧运动为主，从快走开始，慢慢进阶到跑步、游泳等。基本上只要身体整体的脂肪量减少，肚子自然就会消，因为这边堆积脂肪是不正常的。梨形身材如何减肥？梨形身材就比较尴尬一点，因为雌激素会导致脂肪堆积在下盘，使臀部和大腿看起来很圆，即使整体身体脂肪比例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提高整体基础代谢率的同时，加强下肢肌肉的锻炼，以减少脂肪的堆积。所以我们建议从快步走开始，等身体适应了运动强度后，再慢慢练习深蹲等肌肉训练。沙漏型和鹅蛋型的人如何减肥？沙漏型是两种的综合体，但是属于苹果型的上半身是比较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的，也是许多停经妇女失去雌激素保护后造成疾病的根源。所以建议从这部分开始，照着苹果型的做法慢慢把肚子的脂肪减下来。当脂肪的组成变回梨形之后，再用梨形的做法维持自己的基础代谢跟肌肉量。